堪比千万超跑的战神 GT-R。在出了大事故之后，被强子用5万美刀买了下来。从视频里展示的车况来看，这辆车的情况并不算乐观。它不仅前端受损严重，保险杠全部缺失，右侧的车轮也直接被撞飞，整个轮毂呈现出扭曲的形状，而且翼子板和机盖之前的缝隙非常大，估计是内部的结构出了问题。不过这辆车也并不是一无是处，它的主驾驶座的车门依旧完好无损，正常开合是没问题的。另外在尾部方面，除了表面有很多的泥点之外，其他情况也一切正常。现在强子唯一担心的地方就是前面的发动机，他不能确定车子能否正常启动。从原车主的描述来看，这辆 GT-R 经过改装之后，能轻松的达到1000匹马力，但由于这辆车性能太过强悍，导致原车主无法驾驭，所以才出了事故。如果这次发动机没问题的话，那么强子可就赚大了。为了能对车子做出更全面的检查，他要将其卸下来并转移到工作室里。由于前端2个轮胎已经报废，所以整个过程还是相当困难的。当 GT-R 来到地上后，强子要对内部进行检查。这时我们可以看到，里面的安全气囊已经爆开，除此之外没有太大的毛病。不过要是大家仔细观察的话，应该可以发现里面有很多泥土和垃圾，这是因为它常年露天停放，车窗也没有关闭的缘故。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，里面还能保持现在的这种成色，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了。接着他又来到车子前端，打开了前面的机盖，要检查一下发动机是否有问题。从视频展示的情况来看，不管是发动机还是周围的零件，它们基本上全部是没问题的。这时你可能会好奇，既然一切都完好无损，那么强子为什么不发动车子呢？其实说到底还是因为电池，这辆车的电池早就没电了，而且他也不能确定上面的线路有没有老化，要是强行启动车子的话，很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，所以他决定先从拆车开始。首先就是侧面的轮胎，之前看他翻新超跑的时候，拆轮胎的速度那可以说是首屈一指，但没想到今天却遇上了硬骨头。由于轮毂扭曲的太严重，导致和里面的零件卡在一起，处于一种藕断丝连的状态。强子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拆下来。这里我们也刚好能看到细节，原来这个轮毂不仅是变形了，它的底部还是破碎的状态。刚才车上的零件应该就是卡在这里了。强子将轮毂扔在一边后，又回到了车子这边。这时我们可以发现，里面的刹车盘已经生锈，这个并不是什么大问题，等到时候修好了多踩几下刹车就行。接下来强子的目标是把这一侧的翼子板拆掉，他先将上面的螺丝拧下来，试图从内部入手直接将其分离，结果不出意外的失败了。于是他只好拿上撬棍和铁链，利用自己在阿基米德那里学到的知识，找到支点后慢慢的撬动，没想到还真成功了。看来那句话说的真没错，那就是给我一个支点，我将撬起地球。强子应该也是一个物理小能手。现在前端的所有零件被尽收眼底，不过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损伤。车子最严重的地方还是侧面的轮胎处，强子对此并不太担心。他简单的查看了一下之后，发现此时电池已经充满电了，现在就能尝试启动这辆 GT-R， 看看发动机到底有没有问题。这个结果可不太好，一旦发动机无法启动，那么后续的维修工作可就大了很多。为了弄清楚具体的原因，他再次来到前端进行检查。这时就有了新发现，原来是上面有个线路没接上，弄了半天原来是这个原因。他将其连接上之后，再次尝试将车子发动，没想到情况竟然和刚才一样，车子哼哼唧唧的就是不启动。那么具体是哪里的问题？强子一时间也不敢确定，此刻他的心里有点虚。虽说这辆车能上到1000匹马力，但万一不能启动，那说什么都是白搭。他根据自己多年的修车经验，再结合这辆车的使用状况推断，应该是里面的喷油器堵塞了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，因为发动机在燃烧时会产生积碳，燃油中也可能会有少许杂质，时间久了就会沉积在喷油嘴上，导致堵塞。另外，汽油本身含有一些胶质和杂质，它们和灰尘等东西相结合，就形成了油泥，沉积下来也会导致喷油嘴堵塞。而眼下的首要任务是将这辆车发动起来，看看发动机到底能不能用。所以强子直接买了一套新的喷油嘴，简单的检查之后，就把进气气管拆了下来。同时为了防止杂质进入到气缸里，他用报纸将其全部塞住。很显然他这种操作很不严谨，表面留了太宽的空隙，导致脏东西很容易掉进去。不过强子目前的心思并不在这里，他快速的将里面的喷油嘴拆了下来，拿在手里和新的进行对比。按照强子的描述的话，原车上的喷油嘴要更粗一点，这也和他的推断相吻合。不过咱有一说一，我是真没看出来粗在哪里。不管怎么说，现在根源是找到了，他快速的换装上去，并且把之前的零件全部复位。由于发动机的零件比较复杂，所以等到彻底将这部分完成时，2个小时已经过去了。接着强子再次来到车内，尝试启动这辆车子。那么这次他究竟是否能成功呢？经过一番细致的检查之后，竟然发现发动机无法启动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强子将喷油嘴全部进行了更换。接着他就又回到了驾驶座，试图将车子发动起来。没想到这次竟然真的成功了，这辆 GT-R 爆发出了沉闷的吼声，听起来还是很震撼的。不过由于冷却系统的缺失，车子目前不能长时间运转，后续还需要进行一些修复。目前车子功能方面的问题已经全部被找了出来，下一步他要将 GT-R 转移到室内。但从视频里我们可以发现，车子的一侧传动系统是报废的，要想将其移动到室内，需要先进行一个简单的修复。强子快速的将上面螺丝拧掉，然后用锤子慢慢的敲击，成功的将里面的半轴拿了出来。这部分的受损情况很严重，前后2端的轴承全部报废。
和全新的相比差距很明显。好在这玩意儿也不算太贵，半轴被拆掉后再处理其他部分就相对容易了，而且车轮处的模块化程度较高，各个组件的连接并不算严密，强子只需要将上摆臂断开，这个刹车盘就能完整的取下来了。这时我们也能看到轮舱里的情况并不算太好，很多零件都已经报废了。这样一来，强子也不用讲究那么多，直接上锤子随便敲。现在他正在处理的地方是下摆臂，下摆臂对于车子来说非常重要，它是悬挂的导向和支撑，一旦受损变形，会影响车轮的定位，降低行车稳定性。另外，这辆车是前端摆臂出了问题，这会导致在开车时方向盘晃动，高速行驶的时候很难掌握方向。最为重要的一点是，它会让车子的操控性变得非常差，尤其在 GT2 这种高性能的跑车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。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要多注意一下。而强子这时又遇到了麻烦，原来是这辆车的驱动轴一部分卡在了里面，尽管他已经将螺丝全部拧掉，可还是无法取出来。为此他想了一个办法，那就是用洛阳铲深入进去，然后在内部找到支点，利用杆子上的滑块将里面的零件勾出来。不得不说他还是很聪明的，这个方法果然奏效了。现在这里已经被拆得差不多了，而此刻外面天色也早已变黑，仅仅拆了一侧的轮舱就花费了这么长时间，看来这次的修复之路会非常艰难。另外，咱们强子是一个不喜欢拖拉的人，做任何事都讲究当日事当日毕，所以尽管现在天色已晚，他还是要将新零件全部装上去。经过大概半个小时的忙活，一些基础的零件就全部到位了。次日他也是早早的就起床，继续自己的翻新事业。如果大家对之前的视频有印象的话，应该还记得这辆车的刹车盘并没有出问题，可以直接回收利用。不过这就让我有点疑惑了，这辆车究竟是经历了什么事故，能让内部的摆臂全部扭曲，而外部的刹车盘却完好无损？大家有谁能想象出来的？可以发布在评论区。经过他的一番矫正之后，现在这部分已经基本恢复正常，车轮也总算可以安装上去了。不过这只能代表这辆车可以接触地面了，并不能说明它可以正常行驶，因为上面的刹车线等还没有接上。在把车子转移到车库之前，强子对 GT2 进行了简单的清洗，最后的效果非常不错。光是从后面看的话，会觉得它就是一辆新车，声浪也非常的有气势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要是你的爱车有1000匹马力，你会用它来干什么呢？现在 GT2 已经被强子转移到了车库里，接下来他的首要目标是拆掉车子的整个侧面。起初强子还觉得没什么大问题，无非就是把螺丝都拧下来而已。可随着工作进度的逐步深入，他才发现自己实在是太天真了，因为这边的整个车门都是完全的被撞了进去，想将表面单独分离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只有从根部将车门拆掉。另外，由于螺丝的扭曲和断裂，导致这部分又花费了大量的时间。当然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，真正困难的地方在后面的翼子板，这里直接让强子无从下手，螺丝都不知道从哪里拧。于是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用一块破布盖住其他地方，然后带上一个隔音耳机，接着拿出自己的祖传切割机，对着侧面就是一顿切。他先从问题最严重的地方下手，在上面切出了一个梯形，这时里面的情况就展现了出来，这部分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。而且根据强子的观察，他发现在受损情况相对较轻的上方有一些不太明显的磨损和划痕。趁着现在工具在手，强子快速的将这部分打磨了一下，要我说他直接将这部分也切了得了，到时候买一套全新的回来一了百了，要不然还得花时间重新喷漆。看来他最近的资金并不怎么宽裕，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是将受损的侧面全部拆除。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这辆车的做工竟然这么好，光是把螺丝拧掉还不够，还需要用平口的螺丝刀一点点的将缝隙撬开，完成这些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切割。整个过程强子非常紧张，必须把握好切割的力道，要不然很容易伤害到里面的金属板，造成不必要的2次伤害。经过半个小时的忙活，外部损坏的金属板终于被拿掉。我原本以为做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，但没想到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。所有的零件都散落出来，基本上没有了修复的可能。但强子偏不信这个邪，他把侧面的面板被切下后，下一步打算将后车窗也切掉。不过在开始之前，他先来到了院子里，这里有一块完整的车身套件，是他从其他车上拆下来的。话说当时从报废厂买到这辆 GT2 后，他并没有着急回去，而是在里面转了一圈。结果巧的是在里面又撞见了一辆 GT2，趁着没人注意，他偷偷的从上面拆了一些有用的东西回来。这一侧的面板就是战利品之一，虽然这样节省了资金，但毕竟这种行为不太好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。为了将它替换到车上，强子对车身进行改造，起初一切还算顺利，但当他操作到后面的挡风玻璃时，却遇到了巨大的阻力。由于挡风玻璃是完好无损的，所以在用切割工具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，沿着缝隙慢慢的划开内部的橡胶，接着在底部将其撬开。在同伙的帮助下，一切也算是有惊无险了。现在和车身侧面有关的零件被悉数拿下，强子总算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。只见他从盒子里拿出一个特殊的工具，在开启的时候还不正经的笑了笑。从视频里展示的情况来看，这是一个全自动的铲子，能快速的将侧面玻璃板拆除。当然这部分也不是那么好打发的，毕竟是全车破损最严重的地方。强子用祖传的螺丝刀沿着缝隙一点点的敲击，经过大概2个小时的忙活，最后总算是成功解决。这时我们也可以发现，里面的情况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，但受损并不太严重。而且咱们强子是一个很靠谱的汽车人，对于这种小瑕疵，那自然也是不会放过。他
他先用工具将上面的螺丝拆掉，然后用之前的方法一点点的将缝隙撬开。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3个小时。让强子感到震惊的是 ，GT2 的钢板竟然这么厚，做工相当的扎实。看来这将会是一场硬仗。接下来他的主要目标是沿着中间的分割线将这里彻底的切下来。从视频里的情况来看，他的技术还算很不错的，全程手都非常稳。尽管连接处已经被切开，但这部分依旧取不出来，用锤子敲反而会反弹回来。无奈强子只好站在上面不停下压，并搭配着各种工具轮番上阵。好一番折腾下来，总算是彻底将底板取出。现在车身的侧面只剩下一层金属板，但只是这样就想把面板给换下来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强子还得将轮胎拆掉，由于宽体这边是凹陷进去的，和轮胎卡在了一起，所以他先用铁链连接后拉直，接着在里面塞进木块，确定二者分离之后，他用脚狠狠地踹在上面，没想到最后竟然还真成功了。轮胎只要一拿下来，下面的底板自然不是问题。这部分损坏的比较轻，而且没有二手替换零件，所以强子打算自己进行修复。他先将接口处的板件切掉，然后将扭曲的地方用铁链拉直。虽然这个方法操作起来很简单，但其实精度并不算高，整体效果需要他自己把控。从视频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当强子把底板放上去后，二者几乎就是完美重合了。接下来就是打磨焊接，为了使整体的效果更加美观，他在表面来了一层灰色油漆。你还别说，看起来真像那么回事儿。如果不仔细看的话，甚至看不出来有修复的痕迹。而且刚在焊接的时候，强子让助手将其他金属板件也修好了，下面他只需要重新焊接回去就可以了。不得不说，两个人的效率确实高。这辆车要是让强子一个人来负责，估计修1年也修不好。经过2个小时的忙活，这一侧的骨架依旧逐渐完成，整体的效果也足够结实。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上面焊接痕迹太严重。强子原本打算处理一下，让这里变得美观一点，可他转念一想，这部分是隐藏在里面的，在外面根本看不到。要是把这里进行打磨，那纯就是脱裤子放屁，多此一举。于是他就让自己的同伙将院子里的面板拿了进来，两人合力将其安装上去。原本扭曲严重的侧面，现在已经焕然一新。接着两人又把后保险杠搬了进来，这部分并没有什么损伤，自然也就不用修复。现在车子的尾端已经彻底完成，所有的缝隙也是等宽的，他们的效率确实很高。原本一辆即将报废的车子，强子用了不到2周的时间就完成了一半。接下来他的重心自然就得转移到前端，前端涉及到的零件非常多，而且损伤也更加深入。接下来的工作会非常艰巨。另外，由于这里的支架是扭曲的，所以要想接触到内部并拆掉损坏的零件，必须先把它给拉直，不然里面的东西会挤成一团。为了方便起见，强子先把表面的塑料件全部拆除，这样就能有效避免2次损伤，降低翻新的成本。不过在拆冷凝器的时候，强子长了一个心眼，他要先把里面的氟利昂都排出来，然后再进行其他操作。这算是非常细节的一步。尽管氟利昂不会对人造成直接伤害，但是我们也不能接触它们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之前他将散热系统里的东西清空后，再次拆卸就轻松了很多。他将前端的整块塑料件拿掉，这时里面的情况就一览无余。我们可以发现这部分的线路错综复杂，但好在它们只是看起来比较乱，功能上并没有什么损失。这部分的主要问题大概集中在2侧扭曲的导轨上，如果换一套新的上去，那么成本将会直线上升。对于强子这种垃圾佬来说，很显然是无法接受的，所以他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。他先在仓库里找了一个钢板，然后在表面上钻洞，并将其中一块固定在导轨上，另一端和大粗链子连接起来。随着链子慢慢的收紧，强子的心也慢慢提到了嗓子眼。如果把握不好力度，那么很可能将这部分直接拽下来，导致前端瞬间散架，到时候车子就只能送到废铁厂了。不过好在这个过程有惊无险，主体部分也回到了正轨。同时为了不让自己那么累，他拿上了之前拆掉的风扇外壳，装到车上后里面的线路都被遮挡了起来，现在看着就非常整齐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眼不见为净，就相当于有的人穿着豪华皮鞋，但里面的袜子却是破洞的一样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只要功能正常就可以。接下来强子的重心转移到了车内，里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，座椅的安全气囊爆开，导致表面的皮革套报废。另外方向盘也松动得很严重，万一车主开车的时候一激动，咣当一下把它拔出来了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为了给自己腾出足够的操作空间，他先拆掉了上面的驾驶座，结果这一拆不知道，不拆吓一跳，就在车内的底部竟然有非常多的水。强子此刻也是有点一言难尽，千算万算没有想到里面竟然有这么多水，难不成他还是一辆水炮车？要真是这样可就亏到家了。另外由于内部潮湿的环境，导致很多金属板生锈严重，为了进一步判断里面的情况，他用机器将里面的水都抽出来，这时才总算松了一口气，因为他发现只有底部有积水，其他地方都是干燥的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，可能是由于车子常年放在室外，而且车窗全开的缘故，久而久之雨水就残留在里面。现在底部已经清空，他钻进车子内部，将上面的安全气囊拆了下来。虽然强子的操作很随意，但这里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，不能轻易的模仿，因为对于新车来说，安全气囊是可以正常使用的，这也就意味着内部的油丝完好无损。要是你盲目的跟风，拿着铁器去撬气囊的话，很容易造成事故，因为气囊的冲击力非常大，能轻易的将人击晕。现在内部的处理基本完成，他把之前拆掉的零件，包括2侧的座椅
还有相关的安全气囊模组，全部送去专业的地方进行修复了。接下来强子开始着手组装车身套件，为了实现车子的轻量化，他买了一些碳纤维套件，包括这一侧的翼子板和前面的机盖，这两个零件花了他不少钱。强子感觉非常的心疼，但有一说一，效果确实不错，中间的缝隙宽距相等，这也意味着内部结构是没问题的。另外，这台 GT2 虽然和超跑相比，虽然没有那么多的线条和棱角，但空气动力学做的却非常出色。当它在高速行驶的时候，空气阻力会大大降低，过弯时还能产生足够的下压力，保证操控的手感。大家努力可以搞一辆来玩玩。现在前脸的处理基本上算是结束了，两侧的大灯正静静地躺在上面，等待主人将它们唤醒。强子也是很期待这一刻，不过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将前面的散热系统全部装上去。散热系统的作用和我们人类身上的汗腺差不多，如果水温箱温度过高的话，会导致发动机的温度升高，要是发动机水箱炸裂，就会出现漏水的情况。一旦水循环受到阻碍，发动机的温度也会升高，极大的影响了车子的正常行驶。另外还有藏在散热器里的冷却液，要是它们不小心漏了出来，严重的时候会导致发动机粘缸，造成发动机损坏。万一大家发现自己的车子有类似的情况，必须停车进行彻底的检查，避免发生意外造成损失。咱们强子在安装这部分时也是格外的小心，每一处的细节都做到了尽善尽美。随着工作的慢慢进行，这辆 GT2 的模样慢慢的被复原出来，现在它看起来就像一个武士，随时准备征服那些不服气的车子。我想此刻就算布加迪来了，也得靠边站一站。这辆车剩下的任务就只有对车身套件喷漆了。对于后面的保险杠和前面的机盖来说，只需要把它们拆下来，然后打磨喷漆就可以了。但是如果大家对之前的视频有印象的话，应该记得就在车子的侧面是直接焊上去的钢板，想要喷漆的话只能在车上操作。为了保证最后的效果，他先调制了一些腻子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抹在焊缝上。有些人可能会好奇，为什么不能直接喷漆，而是要先来一层这玩意儿？其实这是很好理解的，刮一层腻子能修补表面的不平整，将上面的缝隙与坑洞填充起来。这手法还分满刮和软硬交替刮，不过强子并不需要太精通，只需要刮上就行。同时在搭档的帮助下，现在所有的套件都准备完毕。他快速地调制了一桶白色油漆，均匀地喷洒在表面。要我说，强子的设备属实有点简陋了，直接露天操作，连一个喷漆房也没有。万一在喷漆的时候上面飞来一坨鸟粪，那就得从头来过了。好在咱们的强子运气不算太差，并没有出现我说的这种情况，而且还将油漆喷得又快又好，这里得给他点个赞。不过这也只是第一遍喷漆，他把车子转移到车库里，然后对表面进行彻底打磨。对于车子来说，这就像是在给它搓澡，将身体上的垃圾全部清理干净，然后换上一身新衣服。这次强子依旧选择的是白色，其实我觉得要是换成黑武士配色会更好一点。你们觉得哪种好看呢？经过大概3个小时的忙活，这辆 GT2 的喷漆就算结束了。接下来强子只需要将这些套件都装上去，一切就大功告成了。现在车子和新车看起来没有任何区别，只不过有些细节上的零件还没有点缀上去。这些小活对于他来说，那简直就是不值一提。全程只用了99.9分钟，就把这辆 GT2 恢复如初。接下来强子就要驾驶着这辆野兽去路上感受传说中的推背感。